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聊一聊蛋黄、蛋白傻傻分不清楚。很多人类呢，不会区分蛋黄跟蛋白区的人，在对待这两个不同区块的人，总是本末倒置的对待。先讲一下，蛋黄区呢，就是靠近我们的人，跟我们非常亲近的人，包含家人呐、枕边人呐、孩子啊，或者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啊，或者是下属啊，就是跟你比较紧密靠近的人，都是蛋黄区的人。那蛋白区呢，就是比较外围一点的，偶尔会见到面的朋友啊，偶尔会谈起生意的客户啊，就是比较远一点点的，没有那么常跟你靠近的，甚至可能是打电话来推销的人，就是都是算比较远一点的人。那你要想哦，蛋黄区是滋养你内心的人，是你可以从里面得到养分的人。那今天你是怎么样对待这些蛋黄区的人呢？你造就了什么样的蛋黄区呢？你们有想过吗？这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。那我用前几天我去洗头的几个例子跟大家做分享，你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人类。我前几天去洗头的时候呢，那现在洗头呢都分工嘛，就是有学徒啊，会帮大家先做按摩啊，然后洗头的动作，然后最后吹整头发是设计师的工作。那帮我洗头的那个学徒呢，可能前面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，所以呢，有一个设计师呢就突然跑过来，就跟他说：“你这边没有做好，我跟你讲过很多遍，这个不能这样子写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。”下次不要这样，我跟你讲过了，然后就离开，然后那个学徒就很不开心啊，我就跟他说不要生气啦，那我们下次要注意一点就好了。那学徒就会说，我知道我可能没有做好，可是他应该也要私底下讲啊，或者是不要在客人面前讲啊，又或者说他口吻可以不要这么不客气嘛，就他也不是故意的这样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设计师分不清楚，原来这个学徒对他来讲是蛋黄区的人，因为他跟他朝夕要相处，永远要一直配合着。如果他对于这个学徒可以好一点的话，是不是他们的配合度高了，那效率就会提高，效率提高了，那犯错率就会降低嘛，意思是一样的嘛。那也就是说，当设计师对学徒越好的时候，他也会想到我应该怎么样做可以帮助这个设计师，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的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坐我旁边的客人，他跟服务他的学徒也是有说有笑。我不是要听他们讲话，我只是说那个客人在聊天的时候的口吻，就像我现在跟你们讲话一样，是这样有说有笑的。是很愉悦的。那中间呢，他接了一通电话，然后电话拿起来就说：“喂，啊，我跟你讲过很多遍了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这种事情我不是讲过了吗？什么什么，你一直问我很烦呢，什么什么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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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挂掉。挂掉之后，他就跟那个学徒说，服务他的学徒，我妈妈啦，很烦呢，就是这件事我应该讲过很多遍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是。”对妈妈，那个客人对妈妈是讲话很不客气的，很不客气。那我就在他身上其实有看到我自己的影子。以前我还没有练习的时候，确实也会有机会这样对待妈妈。但是要跟大家说，现在我已经改了，我没有这个样子。这个又是一个傻傻分不清楚的人类，就是他对待他妈妈蛋黄区的人是那么样的态度，就是大声嚷嚷什么之类的，对待服务他的学徒却可以这样很有礼貌性的讲话。这是第二个例子。第三个例子呢，是我后来冲完水，我换了位置坐，那旁边有个妈妈带着孩子，然后呢，她也是跟那个设计师有说有笑。
结果那个孩子可能玩手机玩不小心可能掉地上还什么，然后就大声讲，跟你讲过拿手机要小心一点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样手机会坏掉的，然后就很大声讲话。这个妈妈也是傻傻分不清楚，因为孩子对她来讲是蛋黄区的人，她却是用这种方式对待蛋黄区的孩子。我相信这几个例子应该大家都很有感觉，因为这个非常容易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周遭当中，包含我自己爸爸妈妈，就是我妈妈对待爸爸讲话和爸爸对待妈妈讲话，其实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。但是比如说我妈妈对待我爸爸，他对他讲话可能就blah blah blah，跟你讲这个东西要放这，不要放那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如果接起他朋友打电话来说，喂，对呀，怎么之类的，就整个口吻是不一样。但这都是在没有练习过后，没有练习的人身上容易看到的现象。但是要在这边奉劝大家，蛋白区跟蛋黄区的人是不一样的人。蛋黄区的人永远都是会滋养你的人，你在那边是可以得到养分的人。那今天你怎么造就你蛋黄区呢？怎么造就你的蛋黄区？很多人对待蛋黄区的人永远都是这样，以为越靠近的人就可以越直接泄露自己直白的情绪也好，或是讲话不需要包装，不需要客气，不需要礼貌，因为他们是靠近的亲人、家人、爸爸妈妈、孩子、枕边人，对吗？你越是这样子对待蛋黄区的人，你越没有办法在这个蛋黄区去得到应该有的滋养，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这个蛋黄区得到你想要的养分，也就是说你造就了一个没有养分的蛋黄区。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做说明，练习过后的你反省一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对蛋黄区的人有不礼貌，有不尊重，然后很不客气的说话，或者是大声嚷嚷的说话，有吧？我以前还没练习，确实是有，我很诚实跟大家讲。但是现在我练习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我几乎不大声讲话，几乎不大声讲话。如果爸爸妈妈对我大声讲话，我会微笑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或者是就是说好，就是讲话就是小小声。对待我的小孩也是一样，如果他让我非常非常的生气，我会深呼吸，就是倒吸一口气，然后要我自己马上告诉我自己说，我要用什么方式不大声讲话，然后让我的小孩知道我生气了。这个是很难的课题，很难的课题，但是我现在做到了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。再来，你对你的员工，我对我员工是不会大声说话的，因为我知道他是我蛋黄区的人，我对他越好，他的向心力越高。也就是说，当员工向心力越高的时候，你这个店家自然就会有爱的呈现。那当然，你的生意才能永续经营嘛，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对待你的员工，他是你蛋黄区的，你对他好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环境是有养分的，自然会吸引养分进来，懂吗？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用这几个例子跟大家说，是因为这些例子太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甚至包含你们自己，就是看影片的你自己，你是不是也常常对你自己身边的家人也好，兄弟姐妹，或者是爸爸妈妈、枕边人、孩子，就是靠近的员工或是下属，或者是要朝夕相处的同事，你们是不是常常很忘记了？你们可以对蛋白区的人很客气，对那个人家打电话来推销的讲话很客气，或者是对待你偶尔才见面要联络吃饭的朋友讲话很客气，但是却对靠近你的人总是毫不留情的就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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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有吧？请你们思考一下，你们要改变，因为你们正在
造就一个没有营养的蛋黄区。所以看了影片的你们，我希望你们改变你们自己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管别人，我们只有做好自己，用自己去影响别人。当你改变了，你的境就会不一样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你们可以反省一下，你们是不是也蛋白蛋黄傻傻分不清楚？就这样咯， I love you， 拜拜。